我的妈呀，7楼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期是公寓断网后续，很遗憾，这期也是没有答案的，所以我偷更了。我已经把数据包发给了不下10位大佬看了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很感谢这2位思科华为工程师一直远程协助我排查原因，也感谢各位小伙伴们分享宝贵的经验，但是我仍旧没有解决到它。本期视频我会公布更多的细节。第二天我过来先不是测试他们的网络，而是先用电笔测试我的电脑，因为我昨天被我电脑给电了。当时我用电笔测了这里，差不多有200伏的电，但是我今天在测的时候就没有了，可惜那个镜头没有拍下来。昨天我的电脑就像这样，一直莫名其妙的微响应，直到我被电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，因为我以前用电脑接过非 PoE 交换机上也是这种情况，电脑会莫名其妙的微响应，还好当时没有烧坏我的电脑。既然现在测没有漏电的情况，当时我就用手机连接华为路由器，看看它 WiFi 是否正常。你知道不？1楼就正常，其他的全部都不正常，真的很奇怪，非常的奇怪。我连接上它，发现它依旧正常后，我也敢保证它从头到尾都是正常的，因为它就装在包租婆的房间里面。如果它要断网1分钟，那包租婆肯定会告诉我的。既然这路由器是正常的，那么我就去楼上检查一番，看看经过了1夜，楼上的 WiFi 有没有正常过来。我看了一眼 WiFi 列表，结果不出所料，楼上的 WiFi 仍旧是没有网络的。我只好回到1楼，看看1楼交换机是否正常了。当时我网线插上交换机上，电脑还是迟迟没有显示网络进来。我又查了一下电脑 IP 地址，果然和昨天的一模一样，电脑压根就没有获取到任何的 IP 地址。但是你只要把网线接到了路由器上，电脑又马上能正常上网了， IP 地址也能正常获取到。但是只要你再接回交换机，电脑马上就没有 IP 地址了，就是这么奇怪。上期已经把交换机和跳线给换了，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它偏偏路由器是正常的，这就陷入了死循环中。那时候我还是觉得这些网线另头有古怪，于是我又开始了长篇拔线。当时我拔了2条，看了下拼还是没有通。接着我又拔了3条，拼还是没有正常。我把最后1条也拔了，目前交换机只剩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网线了，你猜怎么着啊？拼还是一样的不正常，电脑也没有获取到任何 IP 地址。但是你只要把网线插回路由器上，它拼又恢复了。跳线我也换了2根，而且都是我亲自打的，所以不存在跳线有问题。现在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有多离谱吧。拼目前是正常的，交换机只剩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主线了。接着我就一条一条接上去，给你们看看拼的数据。我接上1条，然后我电脑再拔插下网线。这个要指4年的，你要跟着4年是指4年的，要指4年才能下能用啊。它拼是正常的，我接上第2条，然后我电脑再拔插上网线，它拼还是正常的。此时我的电脑是自动获取的，我接上第3条，它的拼还是正常的。直到接到最后1条线，拼它一样是正常的。我不管怎么拔插电脑的网线，它反正就是正常的。大伙记得，目前是11点49分，其实他们这边还有1条网线没有插上去，那是因为交换机的口不够了，所以我才没插的。此时我看到拼它是正常的，于是我就上楼检查了一番。当时我检查了楼上的 WiFi， 它是正常的，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就这样，到了12点01分，网络又开始崩了。你说路由器有问题吧？我现在接上去，它是正常的。接路由器上。
这个路径正常。交换机坏了不？交换机昨天换了新的也一样，但是我一接回交换机，它又不正常了。线坏了不？线吃了不？家也不通了。我查一下电脑 IP， 就会看到电脑的 IP 地址直接就没了 ，IP 直接就消失掉。虽然给电脑输入一个静态 IP 地址，也是无法拼通路由器的。这个时候我只能又重新拔线了。拔了一条，第二条，第三条。真是奇怪哦，哪怕全拔了，它也不会恢复了。恢复了。这次恢复是我想不到的，于是我又重新接了上去试试。接回去。每接几条线，我都会看电脑一眼，看看它到底正不正常。环路不像环路。大伙看吧，我全部都插完了，拼的数据一点波动都没有。当时我一直在抓包中，我又看了下捕获的文件，这期间没有出现庞大的流量，根本就不存在环路这一说。现在的时间是12:07，我不知道下次网络崩会是什么时候。这时候我再打上网线，它一样是通的。当时我又上楼检查了下 WiFi， 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，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到了12:13，我回到1楼给电脑增加了一个大拼的包，看看路由器它会不会崩掉。结果大包也拼了，一样是没有任何的超时，而且延时的时间也是很正常的。到了12:19，仅仅过了6分钟，网络又开始崩掉了。别忘了，此时此刻路由器和交换机还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它的灯也是亮的。当时我是没有注意拍，总之我能确定这跳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直接插到路由器上。你看，又正常了，正常了，但是插到交换机上。插到交换机上。你还查得到？又不正常。拜。这里我又开始拔线了，但是拔到了第2条，拼它就超时了。拔第2条。第2条正常了。这条再接上去。我以为我看到曙光，但是接上去后，拼它是毫无波动的。是哦，刚刚月子这还有啥嘛？这上的发图片就是这样的大小的嘛。接着我也把第1条线接了回去，拼也是毫无波动的。但是我看到第2条线的灯亮的明显和其他的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这里就准备上学习找它试一试了。这条的灯明显亮的和其他的不一样。但是在找之前，我又做了个决定，我用个转接头延长它，接上我电脑，然后打开我自己做的脚本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在这里获取到其他路由器的 IP 地址。可惜这个软件获取了半天，愣是没有任何 IP 地址，这也排除了其他 IP 干扰的缘故，所以这里我只能找线了。当时我找这条线真是当了保底侠，我搬梯子从1楼到7楼才找到它。期间我正好也检查了各个路由器，确实没有接入多余的网线和设备。7楼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这里我解释下为什么这路由器烂口会插一条网线，
因为这个走廊还有另一个路由器，他们只拉了一条线上来，所以另一个路由器要插这个路由器的烂口上。反正这条线是没有任何问题就对了。当时网络是正常的，我又看了一眼时间，12点49分。到了13点09分左右，他拼又超时了，我以为网络又崩了，结果包租婆来了一句：“你停电了吗？啊？是不是停电了？停电了。哦，我说干嘛会断开？停电了。”所以这里我只能中断排查了。等到了15点，电就给恢复了过来。你们猜怎么着吧？他们这里开始全部的网络就恢复了，就一直没有断过。我可是啥都没干哦，他就这么自己给好了。但是我们之前也给路由器和交换机多次重启过啊，你说这是什么原理吧？就这样，在这次罕见的大断电后，我等到了晚上，他们的网络就再也没断开过了。于是我也回去了，以为这事就结束了。但是过了2天，我朋友就和我说，那边有一层又开始出现了断网，然后再过了2天，那边又是除了1楼，剩下的网络又全部给崩了。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断电和我被电有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很认同这位粉丝的说法，可能那边真的存在电压问题，也可能是那边某条线破皮存在的短路。但仔细想了想，还是哪里不对劲。反正这个误障真的就成了一个谜。